这下面应该是个凹坑，要进去看看吗？进去进去。飞去看。 陈队，陈队，就从这儿下去。喝点热的。你们就是小静的父母？啊，我们是。我是北疆刑侦大队的督察。哦，你好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家小静这孩子。 已经失踪1个星期了，这村里周围的山上也搜了3天了，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孩子妈妈都快气疯了。不但孩子没找到，倒是先搜到一坑尸骨。没有他，没有他，不是他，不是。对小静来说，没消息不一定是坏消息。啊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已经联系了专业的救援队，会进行大规模的搜山。 谢谢。那个尸骨坑，能带我们去吗？没问题，这是座未经开发的野山，路非常的不好走，大家一定得小心点。小峰，你留在这儿和当地的民警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中午有刺儿，大家小心。这个山呢非常特别，传说当中是个自杀山谷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有这么个地方。小心点，滑！大家慢点。还有垭口，大家注意。好，大家都注意脚下啊，这里的土松、石头尽量别踩。 这个坑啊，如果没有专业设备，根本下不来坑底。就是这儿了。这就是那个自杀山谷的坠亡点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这些死者应该是从上面的断崖坠亡。由于这些大块碎石，这里尸骨碎裂的情况要比城市中高空坠亡的情况更惨烈。坑底湿润的环境会加速尸体腐烂的速度。你们看，这些鞋还有衣服都已经腐化了。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初步判定坠亡时间在3到10年之间。 这种情况还能复原死者生前的容貌吗？我试试。那这里交给你们。
8岁左右的女童，身高1.4米左右，7到10年前坠亡。颅骨骨折，四肢及肋骨骨折，多处胸椎、腰椎压缩性骨折，为高空坠落伤。其余大人的尸骨都是散落状，可这个小孩的尸骨相对完整，跟大人的情况不太一样。他应该是被崖壁上的树刮蹭了几次，因此减速了。掉下来之后没有马上摔死，而是往那个方向爬了一段。那段时间对他来说太残忍了。不敢想象他临死前得有多害怕。这棵海棠树是从他手心里长出来的。当时他的手里应该握着一个海棠果，这个海棠果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到死都没舍得松开。这座山啊叫丰都山，在特殊的温度和湿度下，在山顶的特殊位置，可以看到一个奇观。前些年呢，被网友成功的拍到，发到了网上，然后啊，被网友称之为云蒸霞蔚。后来啊，陆续来打卡的人就多了。可是关键的是，这座山一直都没有被开发，山上是山连山的，山底下的地势也很复杂，就连当地的村民啊都不敢轻易进山。来登山和看云蒸霞蔚的游客啊，都出过事儿，摔死、摔伤和失踪的都有，很难进行救援。我们乡啊，也经常对村民们进行宣传这个爬野山的危险性，让他们帮忙劝返这些游客。但是我们乡17个村，警力有限啊，很难做到24小时监防，确实监控不到啊。这个尸骨坑，村里人知道吗？没听说过，但是确实有家属来报过失踪案，我们带村民们啊都去找过，但是小峰，程队，人到了吗？我们联系的救援队已经进山了，他们会继续搜索小径。程队，我还有事吗？可能还得麻烦你等一会儿，等您那个队友回来，配合我们做个笔录。哎，村子里有谁对山上的路线很熟悉吗？有一个人应该清楚，我带你们去找他。这边。这边，这个孩子啊叫长风，经常啊帮我们救助山上出事的人。10年前啊，他妹妹啊陪着他一起上山给人带路，跌落山下，始终都没有找到。那时候啊，他才18岁，他父母啊过世得早，妹妹又没了，他就这么一个人住在这儿。那些被他救过的人啊，给他送来抚恤金，他硬是不要，全都捐给村里边的人了。这孩子啊有善心，哎，你们啊也多费费心，帮忙找找他妹妹的尸骨。你们慢点啊。长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2位是北江分局刑侦支队刑警杜队长和蒋警官，找你啊了解点情况。出啥事儿了？这个人见过吗？叫小静，全名张思静。没见过。听说你救了很多爬山的人。哦，是。也不算救，我就劝了他们2句好话，让派出所领走了。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吗？啊，是这样。他们很多人啊，都是来看山上的云蒸霞蔚的。那块是个断崖，路特别不好走，很危险。一般我都会问他们爬没爬过山。我带路也不是谁都能爬上去的，很多人爬到一半就喊着要下山，吓的。你能带我上去吗？
行。趁现在天还没黑，我带你上去看看。你还记得来的时候路吗？记得呀。你回去准备一下，搭个帐篷。今天晚上回不去了。啊。走吧。啊，走。啊，走吧。咱们不是上山吗？怎么老往下走啊？你放心吧，杜队长，我带你走这条路是最快的。哎，你们在城区里打车用导航，是不是经常被拐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去？有时候会吧。所以啊，路还是得跟着懂行的人走才对。往这边走。陈峰，陈峰。你没伤着吧？我一个人啊，快走习惯了，我还以为你跟上来了。我听说你有一个妹妹，之前也是在这个山里遇到意外。对。但是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到底发生什么？当时有4个人要来看云蒸峡位，让我带路。妹妹呢，就跟在我们后面。可是，在我们登顶之前，遇上下大雨，完全看不清路。我只能先保着他们4个人，等我回过身来，人就没了。为什么不想办法救啊？怎么救？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得救了。像我们活在山里的孩子，命薄。说来也怪我自己。我就不应该让妹妹跟着我过来。趁天还没黑，咱们赶快走吧。走。哎，我放的，不想让别人再出事了。有我在就不会危险，你跟紧我啊！
走吧，沈一，今天的分类工作完成的差不多了。要变天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好。那边。 这就是云蒸峡卫。不是，真正的云蒸峡卫比这更漂亮，是一片花海，漂亮的就像仙境一样。不知道这里的奇异之处。你刚刚那样非常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。所以你在那边立了块牌子，怕人出事儿。我能做的就这些了。但人各有命，老天要收人，谁也拦不住。 自杀山谷。走。等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 怎么了？帐篷都扎紧了啊！晚上风大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小心。今天找到的比较完整的尸骨都在这儿，我们做了一部分复原。 还有很多尸骨因为碎裂程度情况比较严重，加上时间太长了，辨认和分类的过程进度缓慢。沈毅今天找到了一具比较特别的尸骨，8岁左右，是个女童。
8岁，会不会是长风的妹妹？哎，景来，你那边，我们只能办案，你不能进去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看大家都爬一天山，挺累的了，肯定饿了，我就准备了些吃的，野猪肉、酸菜面，赶紧凑合吃口。哦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那个放那屋吧，这屋也不合适。啊，好。来，我帮你。哎，谢谢。让他别人。那伙计们分一下。来，你先吃。长风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好，我是刑警队的滑翔师沈毅，专门负责这次的事故还原工作。你看一下，这是不是你妹妹？是。我们发现了一具骸骨，有可能是你妹妹。是他。那天他就穿着这件红毛衣。手里还拿着一个海棠果，一直攥着没松手，现在已经长成了一棵小树。是那天登山队给的，小娟头回见，她觉得颜色好看，很喜欢，不肯放手。都过去了。过去那么多年，你们还能找到他，是小娟的福气。谢谢你们。等我们做了 DNA 检测，确定是你妹妹了，您就可以把她领回去了。好。我家里还有一些东西，你们要看看吗？来，警官，您坐，谢谢。我这就把东西给你们拿过来。这些都是跳崖的留下来的遗物，只要打过照面，我就把能记下来的特征都写上。日后万一家属找来，是个念想；你们警官找来，也是个说法。这些没标的，就是没见过的，留在云雾崖的东西，我遇上了，也顺手给收着。报警了吗？报了。我也带着民警进去找过，没想到是掉下面去了。来，说说。这个大姐
16年立秋前后见过。微胖，眼距有点宽，鼻子大大的，装备很全乎。我还以为是来旅游的，笑呵呵的找我问路，又讨水喝。结果我前脚进屋泡茶，转头人就不见了。我这袋子里还有封他留下的遗书，没拆，里面应该有他的信息。这个小伙姓张，打篮球的，浓眉大眼的，挺精神，五官很立体，个头也有点高。手机留在我这儿，一台黑色的华为，说是精神压力大。这是个中年男人留下的，样子很颓废，眼窝有点深，嘴唇挺厚的，还留了一些胡茬。我都把他送下山了，半夜又摸上来。我就不明白大家为什么想死呢？相比他们，我连让家人活着我都做不到。活着多好啊！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吗？你把这些画像带回去比对吧。行。不成，我留下来陪陪他，再聊聊。行。警官，你们来了，我都没给你们倒水喝，我这就去。没事，那个方便参观一下吗？随便。那是我妹妹的房间，她走了以后，我怕睹物思人，就把她所有东西给烧了。想多了没用，生活还是得继续，你说对吧？说的对，警官，来，谢谢，坐。亲人都不在了，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一直守在这儿？就没想过跟村里其他人一样，出去闯一闯？我喜欢山里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无牵无挂，无忧无虑的。外面的世界，我不太感兴趣。哎，为什么拆了？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。哇，你织的真好啊！跟我妈学的，她手可巧了。学会织毛衣，就能省下好多衣服钱。我能想到，如果你妹妹还在的话，这个家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来，
我们再尝试想象一下。来啊！想象一下，这里就是山，这是河，这是一望无际的田野。这儿是你和妹妹的家。你觉得，如果妹妹还活着，这个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的？室外的部分我已经帮你摆完了，屋里的部分交给你。这是院门口，这是厨房，这是我的房间。挖好了。来，喝杯热水，暖暖身。聊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长风有点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我引导他完成了一次沙盒测试。沙盒测试？沙盒测试和罗夏墨迹测试类似，是基于精神分析投射作用的一种心理学测试方式，通过陪伴被测试者进行沙盘推演，得到潜意识的投射结果。你看。这个就是长风推演的沙盘。这能说明什么？这个位置特别大。你指的这个地方，代表了长风的妹妹。很显然，她在这个家里占据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空间，几乎已经成为了整个家绝对的精神支柱。可他妹妹过世已经好多年了。但妹妹的死，已经成为了他心里永远解不开的结，所以他一直守在这个家，就好像自己永远和妹妹住在一起一样。这几乎已经到了一个病态的地步。你再看这个，这是他妹妹骸骨的位置。我把视角从平视转为俯视，画出了这张图。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祭坛，以长风的妹妹为中心，周围的骸骨就好像在为他妹妹献祭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一种直觉和推测。
杜队长，你们这是想吃早饭是吧？我这就给你们准备。不用了。哎，我能再进来看看吗？啊，行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你怎么还在用那么以前的日历啊？哦，山上时间过得慢，日子久了，人就容易犯糊涂。那这些标记是什么意思？都是那些人坠崖的时间。那这个呢？为什么是个叉？这时间太久了，我忘了。杜队长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上山砍柴去了。屋里茶水都不缺，你请自便。我能一起去吗？都行。杜队长，山里边这种毒蛇特别多啊，被咬到可受不了啊。来，走吧。出去也没信号呢。你别拍了，那没信号，哪有信号？干什么呢？哎，有人！哎，大哥，我们想要去看云蒸霞蔚，请问往哪儿走啊？我们想要去拍打卡视频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你们往上走3里，那儿有条岔路，捡右边那条。好嘞，谢谢大哥。走。等一下，你们怎么上的山？下面不是警戒线都封死了吗？不就问个路而已嘛，你凶什么呀？你谁呀你？野山也归你管？我是警察，现在山上有危险，我通知你们立即下山。那我们好不容易才来的，错过这趟，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得等到明年了。
明年再来吧。明年？回吧。我不白爬了吗？听见没有？回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先下去吧。蒋峰，我刚才劝返了2个登山的女孩，你找人北坡接应一下。走。还没有关于小静的消息。还没有，不过没找到，反倒是好事。对。沈毅。啊？你看这个。哇，你织的真好。当时，我跟艾雅走到了一个岔路口，我突然就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。紧接着，我就听到岔路口的另一边传来了求生哨响。我跟艾雅说：“我说有求生哨响，肯定是有人出事了，咱们得赶紧过去看看。”但是艾雅不同意，她就继续往上走了。等我到了求生哨响那边，我发现根本就没有人。接着我就听到了阿雅的尖叫声。他为什么没有跟你去求生哨那边？因为云正下位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能看到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而且今天那人也说了，他说要是错过了今天，就得等到明年。我跟阿雅，我们2个人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。阿雅不想等到明年。其实当时我也犹豫了一下，但是我想了想，我还是觉得救人要紧，我就先去了求生哨响的那边。阿雅她就自己先上去了，真是多亏了。你到了求生哨那边，但却没有人，是吗？对，没有人。你先平复休息一下。现在初步尸检可以确定，死者在坠崖前意识清醒，没有醉酒或者是滥用药物的情况，亦无精神病史，除了高坠之外，没有其他外伤。到底是自杀还是意外呢？如果死者是有意跳崖，那伤口和划痕的位置大概率不会出现在这儿，可能更多的是在手背、手臂，甚至是背部。但是伤口基本上都集中在了手掌还有手腕的地方，这就说明死者在坠落的时候，他在极力的去抓住一切他能抓住的东西，这是下意识的求生反应。所以我认为，这应该是无意识坠崖。意外的可能性的确很高。我去过山顶，上面那棵树很容易引发人的错觉。再加上云正下位的器官迷惑，才会有我们推测的动作和反应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疑问？昨天长风带我上山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什么岔路口，求生哨响了却没有人，
那少生为什么会想？我想再去探查一下他们上山的路。我也去。强风，盯着长风。好。啥事儿？没事儿。这不是之前你帮兄弟们做饭辛苦了，正好我闲着也闲着，就过来帮你干点活儿。哎，正好你这些柴没劈，我帮你劈柴。我再试一次。警察同志，你这样不行，得会用巧劲儿。你得在劈下去的时候，趁着劲儿，把刀刃往旁边掰一下。明白。巧劲儿。哎，对了。就是这儿，就是这里。所以你们是在这儿听到的求生哨？对，这里是一个岔路口，很好认，不会错的。哨声是从哪儿传来的？哨声，从那边。我以为有人遇险，我顺着哨声我就跑来了这里。我本来想再上去看看，我就听到了阿雅的尖叫声，接着我就去救阿雅了。你先带她下去。哎呀！为什么要在一条提示安全的路上设置求生哨呢？我见过这个字迹，这个字是长风写的。我们去出事地方看看吧。没事吧？没事。
这就是云蒸霞蔚。我知道了。感冒了？白天又劈柴又吹风的，可能是冻着了。把这个吃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开始吧。这条岔路口分出来2条路，2条路都可以通往断崖平台。右边的这条相对陡峭，左边的这条相对平缓。这是断崖平台2个角度的平视图。现在，我们试着去想象一下。你沿着左边的这条路，慢慢的爬了上来，看到了只有在魔幻电影里面才能看到的仙境。视觉画面瞬间转换，倍感愉悦。你被云蒸霞蔚的美深深的吸引，远处还有闪着金光的花海。于是，强风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走得更近一些，这样看得更清楚。哇塞！浓厚的雾气已经慢慢掩盖了你脚下的路。你认为？远处露出的石头，就是路的边缘。于是你自然而然地跟随着石头指引的方向，慢慢地往前走去。你已经死了。对，死透了。为什么？你的注意力完全被云蒸霞蔚所吸引，根本不会知道前面还有没有路。那坑底的这些死者，都是从这儿掉落下去的吗？
如果走另外一条路呢？这条路相对陡峭，没有视野遮挡，所以断崖一览无余。所以这2条路的选择其实就是生和死的选择。没错。错过这趟，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得等到明年了，明年再来吧。长风对他们说，错过这次就要等明年。现在想起来，他是在诱导他们去冒险。长风很可能就是设置求生哨的人，他要让人们在生和死之间做选择。那个女网红说过，他们是走到这个岔路的时候，听到了右边传来了求生哨。我在这个岔路口的草丛里找到了一根已经断掉的鱼线，这应该是长风设置的一个机关，只要人们走到这个岔路口，就会踢到鱼线，从而触发机关。求生哨不只是引导，更是筛选。筛选什么？人。心存善念的人，听到求生哨，会选择救人。于是他会看到观赏云蒸霞蔚，此路安全的指示牌，走向那条安全的路。反之，就会沿着左边这条路，直直地走向死亡。长风在扮演一个审判者，他要引导那些心存善念、想救人的人走向生，让那些对他人生死置若罔闻的人走向死。他利用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自然景象，以及人类视觉的缺陷，来让他认为该死的人去死。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祭坛，那个天坑，是他为他妹妹准备的祭坛。李涵，查一下10年前长风妹妹出意外的时候，带的是哪个登山队？小峰，是锐器砍伤。什么情况？这名死者不太一样，60岁左右的男性，他的身上有一处严重的凶器砍伤，深可击骨，位于他左侧的锁骨处。我怀疑他是先被人砍伤，然后才坠崖的。死亡时间有了吗？大约在10年左右。伤处根据伤口形态推断，凶器刃长大约是在30厘米到40厘米之间。重量约700克到800克左右，应该是一把类似柴刀这样带有曲面的刀具。死者的伤口还有另外一个特点，被砍的骨骼部位一侧有被撬动的痕迹，这应该是凶手使用柴刀的个人习惯。警察同志，你这样不行，得会用巧劲儿。你得在劈下去的时候
趁着劲儿把刀刃往旁边掰一下。这个特点跟长风很像。画像复原出来了吗，沈毅？李涵，我刚才传给你张画像，你尽快确认一下画像上人的身份信息。还有，在社交媒体上排查一下，任何有关丰都山自杀山谷这样字眼的文章和账号，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好。根据沈老师之前回传的几名死者画像，我跟家属们证实了，确实都是自杀，生前都留有遗书，或者是有强烈的自杀意愿迹象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把张萌带回去。收队。程队，死者身份确定了，叫马淮南。2014年与妻子柯林一起爬丰都山后失踪，柯林是报警人。结合现在发现的马淮南尸体线索，我认为他身上有很多疑点。立刻传唤柯林。知道为什么带你回来了？不知道。认识吗？认识。他叫马淮南。那天他和他爱人来找我，说要去看云蒸霞蔚，让我给他们当向导，我就带他们去了。谋杀？不可能！我丈夫怎么可能被谋杀呢？不会的。您跟您丈夫结婚多久了？到今年的5月份，我们就整整结婚24年了。老马是我大学的师兄，大2的时候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。毕业1年后，他向我求婚。我的身体不好，生孩子有危险，老马甘愿就不要孩子，就这样一直陪着我，照顾我。这24年来，除开工作，我们至少有76.4%的时间是一起度过的。76.4%，这么精确？就这么精确。我是江大的老师，教数学的。那当时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去丰都山爬野山？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一起爬野山，这也算是我们2个人的共同爱好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过去的那些爱好都不再坚持了。老马提议去丰都山，就是想追忆一下当年的美好时光，修复一下夫妻感情。听他们聊天，他们2人是大学同学，说想再爬一回，找恋爱的感觉。两口子看起来40、50岁的人，还要找啥恋爱感觉？我这大山里长大的，不同。可是听您刚才说，您跟您丈夫不是感情一直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修复呢？你一定没结婚吧？其实婚姻这个事儿，到最后都是归于平淡的。他对我好，照顾我是真的，感情变得平淡了也是真的。再加上我们之间没有孩子作为调剂，日子久了，就会变得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了。夫妻感情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，我们都觉得生活不能变成这样，所以我们才相约去追回一些
大学时的美好回忆，看看能不能唤醒当年的爱情。他们具体什么时间来的？你还记得吗？2014年。2014年9月3日。9月3号。上午11点05分。05分。那这个为什么是个叉？您怎么记得那么清楚？我当时看过表，我说过我是教数学的，对数字的敏感度是我的职业本能，可以说是过目不忘。因为在分岔路的时候，那个女老师看过一次表，她说话总是提到数字，很新鲜，所以我记得这个时间。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妻子半路摔伤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走到崖顶的时候，突然开始下雨，我着急先爬上去，再拉他。我拉上那个男的以后，他非要自己拉他老婆，我就让开了。那男的竟然没拉住。他没有拉住我，我直接就掉下来了。幸好下面有植物，我没有摔死。我当时的腿疼得动不了了，长风吓坏了，他从特别高的地方跳下来救我，他背着我要去医院，他又担心悬崖上的老马，就喊他从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下来，他背着我往医院跑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老马他就没跟上。山里最怕这样的事儿。我当时就决定先救人，那男的也说，先救人要紧，让我背着他老婆下山，先不要管他。我就这样一路背着他老婆下来，回村里叫来救护车把人拉走，救了他一命。马淮南最后也没有下山。你作为向导，没有再试着去找人吗？当时我也带着警察进去找过，可是我没找到。那边怎么样？他们爬山遇到下雨，柯林发生意外，长风为了救人，先带他离开，马淮南就此失踪。口供太一致了，很可能是串供。当年登山队员来了，走。这件事四位还记得吗？据我所知，我们并没有触犯法律。每个公民都有配合警方调查的义务。当年你们4个登山，是不是有一个叫长风的人做向导？对。在那次登山过程中，长风的妹妹意外坠崖失踪。我们在丰都山的一个天坑里找到了他妹妹的尸骨。这篇新闻里面，你们感谢了警方，感谢了救援队，却没有提到长风。为什么？我们想知道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年确实是长风给我们做的向导，他妹妹也跟着一起。对，我们都挺喜欢他的。我记得我还拿水果给他吃。一开始都还挺顺利的，他妹妹也跟着我们搭把手什么的。天气突然发生变化，天上下起大雨，本来上山的路就很陡，又变得更不好走了。我其实挺犹豫，
我们当时应该下撤，长风也让我们返回。他妹妹连雨衣都没有。我们都是有登山经验的人，我们4个人，如果下雨，往高处、平坦的地方爬才是最安全的。去冲云雾崖，我们当时也别无选择。是我差点掉下去，幸好程峰在底下拖了我一把，他妹妹被挤了一下，就找不着了。这件事我非常感激程峰，要是没有他，我可能真就回不来了。当时那种天气，他妹妹出意外确实是突发情况，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命去赌，对吧？他妹妹失踪了，我们也感到很心痛。但归根结底，跟我们也没有实际的责任关系，所以这件事我们就没有告诉媒体，觉得没有必要把事情扩大化。事后我们依然出于人道主义，想给程峰一笔抚恤金，但他说什么也不肯要。其实我们心里也很内疚，所以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以驴友会的名义做各种的公益慈善。差不多了，感谢大家的配合。这画儿是什么意思？想跟你讲一个故事。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传说，相传天上众神失和，世界面临灾难的边缘。在这个危急的关头，一位白袍金冠的女神忽然挺身而出，担起了调停和审判的重任。她一手持着天平，一手持着利剑。以布条蒙眼，天平代表了选择，利剑代表着审判，蒙眼象征着正义。她就是被后世尊称为正义女神的忒弥斯。你托举的背影和这位蒙上双眼的女神很像。悬崖是你的利剑，路牌象征着选择的天平。当年，你出于心里的正义，选择了救人，可妹妹却因此跌落山崖。这就是促使你成为一个所谓审判者的初始动机。申警官，你们当警察的应该比我更了解，这个世界上
每天都会有人突然离开，没有原因。找不到答案时，我周围人都会告诉我，是天意，是命数。小轩的命数可能就到8岁，他就该走了。没有登山队，他也可能因为其他事情走了。我自己选择不追究这件事情，有错吗？这不是什么天意，是因为当年那些登山者的一意孤行，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。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跟着你去搜救妹妹。你仇恨他们，因为妹妹的死已经成为了你心里永远过不去的死结，所以你开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审判者。你要惩罚那些只顾自己生死、不管他人死活的人。你处心积虑去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机制，你要让那些自私的人去给小娟陪葬。我后来经常恍惚，是不是我救了妹妹，而掉下山的是我，是我死了，所以我才会像黄泉路上的亡魂鬼，一直在山里打转。我恨那些自私的人。我来，我来。马教授，你快来搭把手啊！我快坚持不住了。为什么？舒淇，舒淇，稍等，马上。喂，120吗？我们这儿有人摔伤了，摔得很严重。地址在丰都山丰都村。啊，对。你到了，我马上出去接你们。好，好。刚才的事儿，你也都看到了。反正现在我在这个世上，也没什么牵挂了。
吃牢饭还是吃子弹，都一样。喂，我报警。喂，你好，我报警。我今天跟我的丈夫一起去爬凤都山。爬山的时候，我从山上摔下来了。我老公他失踪了。啊，是的，我拨打过120急救。谢谢。你这是？我是个好心人，你救了我的命。他的死跟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松开了我的手，他甚至强迫你也松开我的手的时候，他已经做了选择。他想杀我，没杀成，结果自己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。这就是恶又横暴。记住了，恶有恶报。后来，我把马淮南的尸体丢到了田口。所以你承认了，马淮南是你杀的？是他自己选的，是恶有恶报。程队，这是在长风家里找到的，没有放在那个遗物行李箱里。张思静。张思静。里面有他的手机，还有一份遗书，说而立之年不堪家庭逼婚压力，所以决定自杀。尽快破解手机里的信息。是。这个人见过吗？叫小静，全名张思静。没见过。我们在你家里发现了张思庆的身份证。我之前问你有没有见过他，你说没有。他人在哪儿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杀的。怎么杀的？这个女孩是一个人来找我的，她让我带她去云雾崖，可她因为恐高，爬到一半就不行了。你恐高啊？这也太高了！你明知道你自己恐高，你还来爬山？走，下山。我不回去。我要登顶云雾崖。以你现在这个速度，你登上去，云蒸霞蔚也早就散了。那我也要上去。不可以，
麻烦带路。走吧。怎么想着一个人上这边来？网上搜到，他们说这儿风景好，在这儿场面应该不错。年纪轻轻的，动不动就想死，死就能解决问题了？死确实解决不了问题，但是死能解决有问题的人。我就是那个问题。没想想你父母吗？就是想了，才决定的。跟家里人闹不愉快了，有话好好说，说开就好了。不是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儿，都能说得开的。有时候跟父母沟通，反而比跟外人还费劲。都有各自的人生，我也不想让父母失望，所以就决定来死一死。要是真死了，就希望他们也能想开点吧，别觉得是他们的责任。听你的意思，遗书写好了，在包里。可惜啊，没想到连死都这么难。我还恐高。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要死得干脆利索的那种？没有。怎么可能没有？这不是自杀身故吗？求求你了，帮帮我，好吗？真想死啊？我那儿有把柴刀，刚磨过，你可以试试。不行，那把刀是你的，我不能给你添麻烦。那你就跳湖呗。这个好。所以我就帮他完成这个心愿。反正我已经杀过一个人了，不在乎多一个。从长风的筛选机制可以看得出，他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。这么痛快就承认杀了小静，没理由。蒋峰，通知打捞队，在长风交代的区域扩大搜索范围。好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陈队，张思静的手机数据恢复好了，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了一个叫刘新瑶的女孩。我查看了他们俩的社交媒体，都发过和对方的合影，两个人应该是朋友。这个刘新瑶经营了一家咖啡馆，就在本市。谢谢。谢谢。小静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我们发现他在失踪前接到过电话，是你打给他的，所以就想找你来了解一下情况。那天他爸妈来找过我，
问我知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好像还挺急的。我给他打了几通电话，他关机了。我以为是他又被禁足了。小静和他父母经常吵架，被禁足。他父母管得很严，包括他吃什么饭、穿什么衣服、找什么工作、交什么朋友。那，你知不知道最近他跟他父母有什么矛盾吗？他父母最近经常到处求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，反正每一次介绍都能大吵一架。小静只能逃到我家住，他爸妈居然直接报案说他失踪了。小静那天来我店里哭了2个多小时，最后还是回去了。警官，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得被父母这样管着，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小静她到底怎么了？还没有找到他的下落。其实小静一直有点抑郁，要是我那会儿能多劝劝她，她就不会。对不起。这个是你吗？是，我和我的朋友。白沙发、白地毯，多半有洁癖。你们好，这次来是好消息还是？我们还在调查，有一些关于小静的情况，想跟2位再了解一下。嗯，快请进来，请进。老张，你下来，警察同志来了。请坐。好。你们家这装修挺别致的。啊，是我爱人经营一家设计公司，所以房间内的陈设上，某种程度可能会有一点偏执。那不叫偏执，对能追求到的完美视而不见，那是件羞耻的事情。谢谢。那小静的私人空间呢？也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小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她的房间永远都是乱糟糟的，我跟她妈妈就经常帮她收拾一下，一收拾，她就发脾气。对，一收拾就发脾气。我能去看看她的房间吗？哦，可以，楼上的房间就是。
这次我们来，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小静离家出走的具体原因。具体？我们从她的一个朋友那儿了解到，小静和二位的关系不是很好。小静的朋友，肯定就是那个刘新瑶。就是，这孩子也是个怪胎，放着家里开着好好的工厂不干，非要跑去开什么咖啡馆。有一天我路过那咖啡馆，看见他在门口抽烟。谁正经女孩抽烟？就是。我们家小静，肯定就是被他带坏。但您怎么知道小静她抽烟？我在他包里也翻到了打火机和烟呀。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了。我知道他这么大了，翻他包不合适，可你说我不看看能行吗？你们都不知道这孩子的想法有多吓人。我跟他说，静啊，你趁现在年轻，赶紧找个对象，结婚生孩子。你以后到了绝经想要孩子没有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你猜他说什么？啊，不结婚也能生孩子呀。等将来以后，我就到那个精子库去找一个优秀的基因，做一个试管婴儿。这不疯了吗？你说现在这孩子怎么想法都这么不正常？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，如果有消息，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你们。走吧。你好，小五。你好。关闭音乐。当前已关闭音乐。想什么呢？我在小静的床头看到了一本被翻得很旧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，应该是她很爱读的一本书。我也读过啊。书里就写，主人公放弃了原来的生活，也抛弃了家庭和事业，为了艺术追求，跑到一个原始岛上，一个人画画。可以啊。那你知道这本书描述的主人公原型是谁吗？高更。解读很到位。那你知道刘新瑶的咖啡店里只挂了2幅画，都是高更的吗？一幅叫《我们从何处来，我们是谁，我们去向何方》，另一幅叫《死亡幽灵在注视》。这幅画象征着人们内心的挣扎和恐惧，不仅是对死亡的恐惧，更是对未知的恐惧。就像高更想要逃离自己的生活，试图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寻找释放一样，而这2幅画恰恰形成了一种对话，暗示了小静内心的复杂。一方面是她对生命意义的追问，另一方面是她面对恐惧想要选择逃避。所以，我认为小静并不是真的想寻死，她只是想换一种全新的活法。哎，那你还知道什么高更的故事？高更应该很高吧？对，和你一样。就在这下面，刚才打捞上来的时候被树枝缠住了。小静，你让开，那是我孩子。说。程队，捞上来个稻草人。什么意思？稻草人？对，已经让小静父母确认过了。稻草人穿的衣服
运动鞋还有背的包都是小静的。你看，还继续捞吗？你们继续。李涵，陈队，你带人再去长风家附近的村镇摸排一下，找找看有没有人见过张思静。是。师傅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前段时间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？哦，是这个女孩啊，前段时间啊搭过我的车。搭过您的车？对，这个女孩也挺奇怪的，她说她走累了想搭我的车，去哪儿都行。你说我这一跑买卖的，本来也就不想拉她，她就掏出200块现金给我。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啊，哪有现金的呀？那她下车的地方，您能不能载我们去一趟？我们找到了下游的一个村镇集市，在监控里看到了张思静。这个就是她，但是市集的摄像头比较少，小静走出画面人就不见了。市场里还有周边公交车线路，都没有人见过她。其他监控呢？这是唯一能看见她的一个监控。把她最后出现的画面再调出来。往前倒。停。戴着棒球帽，看不清楚脸。这就够了。面部柯结节、下颌骨、颞骨乳突这几个骨点都一致。那我按照这个新的形象继续找。我觉得人已经找到了。刘新瑶的朋友。查查刘新瑶当天的行动轨迹。有更多的呢。来。小静。你们拿这个桶去那边好不好？再带点沙子过来。你们认错人了。别担心，我们是警察，不是来劝你回去的。那你们来干什么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过去的小静已经死了，所以现在是你呼噜小静。你这个笑话真的很冷。知道你没事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但你爸妈很担心你。我不想见他们。我理解你，活在误解和偏见之中，挺痛苦的。更何况他们是你的至亲，对吧？慢慢来吧。经过这次的事情，我觉得他们会有改变的。给他们一点时间，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。
还有，你是不是也可以去跟长风说一下，一切都好。长风，他怎么样？他被抓了。他什么都没做，他只是帮我扔了一个稻草人。你已经死过一次了，现在开始，你可以有新的生活。可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。村里的人知道我来找过你做向导。如果我就这样一走了之，失踪了会给你带来麻烦的。我跟你交换个秘密吧。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了，也想找个人说说。你说。我杀过人。所以不在乎多你一个。万一警察来找你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在我身上找到答案。自杀对于家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事儿，没有念想，你的家人就不会因此而自责。要不然一辈子活在自责里，太痛苦了。那我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？不一定。反正我活着已经没什么念想了，你就替我好好活着。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能做些什么吗？为他？你已经帮了他，你救了他。是他救了我呀。你撒谎了。你没有杀张思静。他短头发也挺好看。他从你那离开后，搭车到了集市上自己捡的。没想到你们真能找到他。他不想回家，你们不会把他送回去吧？别把他送回去啊！他回不回家，谁说了都不算，决定权在他自己。经过这件事儿，相信他父母也会有改变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了，小金跟我说，谢谢你救了他。我救了登山队，代价是失去了我的妹妹。我改了他们的命，他们也改了我的命。如果当初我没有救人，就不会和这么多条命遇见。以恶制恶，到最后发现，惩罚的还是自己。
还好在你的内心没有完全被邪恶吞噬，最终你的灵魂还是能被救赎。救赎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石先生，你那幅画被人买走了。那幅画都有人买，谁啊？是一位姓方的先生，他出价还挺好的，而且说是你的粉丝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幅画我本来是要收回的。那您看了？啊，没关系。这样，你把买画人的信息告诉我。你好。是你？是你买了我的画？请坐，沈老师。躁动的静物，我买了它。为什么？上次跟你聊天，这幅画应该不像是你会喜欢的画，因为我不想别人再看见它。好啊，那我把它拿走，钱我退给你，跟钱没关系。这幅画就不应该存在。你看过我的梦？这也是我的梦。